谭松韵拍戏的节奏始终不急不缓，她在不同作品之间穿梭，从古装到现代，从20岁演到50岁，甚至80岁。每一次进入与离开，都好似完整的经历了一遍生活。当角色在时间里铺展开来，她站在其中，既不急着证明什么，也不急着抵达哪里。重要的是，在每一个阶段，都能确认如何理解人物，以及如何理解当下的自己。演员的工作本就是在不同故事里体验不同角色。谭松韵这几年的经历尤甚。蜀锦人家里，她在大唐织锦业的风云变迁中，完成了一段传奇女性的成长。逍遥里，她进入一个人妖共存的奇幻世界，卷入纷争，再回归安宁。再到刚刚收官的我的山与海，她又将角色的时间线进一步拉长，饰演一位从20岁走到50岁的70后女性方婉之，在时代的洪流中辗转跌落再站起，完成了一段几乎覆盖大半段人生轨迹的命运更迭。我的山与海在3月底收官。为了纪念第一次完成年龄跨度这么大的角色，谭松韵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作为告别。其中有一段话，他说给珍惜方婉之的观众，也说给和角色有类似经历或因此共情的人：你从来都不是多余的，被轻视从来都不是你的错，那是别人的选择，不是你的命运。往后的人生，好好爱自己，和自己的来路温柔相拥，就是对自己最强大的救赎。就是他了。这些话并不是某个瞬间突然闪现的结论，对谭松韵来说，它更像是他一点一点地以方婉之的身份，经历过一生之后，慢慢确认的答案。特别是很多重要时刻，都是在现场自然生长出来的。杀青很久之后，谭松韵还能立刻回忆起他们发生时的画面。比如有一场戏，是方婉之与亲生父亲终于和解之后，当他受了欺负，父亲意料之外地帮他出头。出头之后，很快又被二姐拉走了。导演没喊停，我就接着演，让情感流动了一下。看到父亲走了，我就望着天空发呆，然后笑了一下，就觉得很可笑吧，笑自己，也笑这个事情。笑着笑着，我就哭了，一下子那种委屈感就上来了。情绪的转折猝不及防，并不是为了完成白纸黑字写出来的剧情，只是当时他在人物的处境里，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这样的反应自然发生了。他不知道导演要在多长时间后结束这一切，便任由情绪这么延伸下去，委屈、松动、释然，说不清具体是什么，他们全都凝结在那一刻谭松韵的心里。没有去想怎么才是他，就是他了。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让情绪多流淌一会儿的表演方式。对他来说，站在镜头前表演，更像是去确认一个人是否真的成立。以方婉之面对亲生父亲时的选择为例，当他已经成为可以对自己生命负责的大人，认或不认都不再影响他的生活。重要的是完成一场与过去自己的对话，一部分是原谅，还有一部分是跟自己的和解。这种与角色的深度连结不会随着拍摄结束而完全消失。很多没有通过镜头直接表达的部分，谭松韵还会用另一种方式继续延伸。早在10年前，他就在完成角色之外又多做了一件事，为自己的作品演唱歌曲。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，很多次很多部作品他都会亲自献唱，用声音的方式再一次诠释这些他演过的角色。唱 OST 更像是角色的独白，比起把一切都具象化的表演，唱歌是一种更私密的表达方式，让他有机会把没有在故事里说出口的感受借由音乐重新表达。有些歌
抛开角色听，也会有很舒服的感受。比如魏归路唱的《青春无恙》，歌写得特别好，我现在都在听。当这些旋律每一次再响起，谭松韵都能回想起他们一起走过的时光。他的每一个角色都不是被完成的，而是被经历过的，一次又一次。谭松韵喜欢把自己放进这个过程里，让那些没有预设的情绪发生，也让每一个属于他的角色都真正拥有存在过的时光，让自己沉下去。最初听到方婉之是一个年龄跨度30多年的角色时，谭松韵的第一反应不是兴奋，而是迟疑。当50岁的剧本出来的时候，我惊呆了。我去问导演，你确定让我演吗？我说，要不你找别人吧，因为摄影机对着我的脸，那个东西骗不了人。结果他说，觉得我行，给了我一颗定心丸。那我就觉得，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吧。外在的变化可以依赖造型和化妆去完成，但真正让人物鲜活的部分，还要落在身体和感受里。每一次化完老年妆，谭松韵在意的都不是变老的视觉结果，而是怎么能让自己跨越时间，去呈现出角色需要的状态。我不想看到镜子里还是一个眼神很明亮、刚出来闯荡的方婉之，一定要让自己沉下去。他会反复提醒自己，要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之间找到一种平衡，既不能把人物演成刻意的老态，也不能失去那个阶段应有的沉稳。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企业家，不能老态龙钟的。可是在生活戏里，面对父亲，面对女儿，他还要卸下那层坚硬的壳。为了拿捏这种微妙的分寸感，谭松韵很多次从他亲历的生活里寻找具体的参照。他会回想自己小时候见过的阿姨，回想妈妈是怎么跟这些阿姨相处的。有时候只是很多年前无意中残留在记忆中的一个画面，就可能被他翻找出来，成为一段有用的灵感。还有一些是想象，但想象来源于真实。他建立角色的方式不是凭空去创造一个陌生人，而是在已有的经验里找到对应的状态，再一点点放进角色里。方婉之的不同阶段正是在这样的拼合中逐渐完整的。在谭松韵最近的另一部作品《兰香如故》中，他同样经历了一段跨度很大的年龄变化。最后有一场戏，当他化完老年妆，身边的同事全都惊讶于他当时的形象。那是一个彻彻底底的80岁老人的状态。除了我以外，剧组每个人看到我的老年妆都一下就被定在那儿了。但可能因为我看不见自己，我就不会有那种感觉。他在意的始终都是角色当时的心绪，从被形容为拥有一张长不大的娃娃脸，到突然在戏里演50岁，演80岁，时间像被压缩了。在不同的角色里，他反复经历着人生的起起伏伏，那些跨度带来的变化被他放进心里去细细品味。他想诚实地理解人物，然后稳稳地面对自己。换一下心境，在一个角色成立之前，谭松韵往往已经在自己的世界里把它反复推敲过很多遍。我不想因为我的不确定去问人家一堆其实很好理解很好解决的问题，我会觉得那是我的功课没有做好。这是对表演的基本尊重，也是一种让他更踏实的创作方式。这种习惯让他在拍摄过程中保持一种稳定的节奏。他会根据人物的需要，慢慢把自己的状态往那个方向靠近，让身体和情绪都承载住角色的重量。我得理解他，然后才能走近他。我要先调整了自己，他才能长在我身上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每次完成一个角色，他都需要缓冲，等停住在身上的角色慢慢离开。我不愿意戏接得很紧，都是有消耗的。上一个角色在身上留存的很多东西，我不想将它们再带入到下一个角色里。他更愿意给自己留出一段时间，一些空间，把消耗慢慢填补，回到简单的生活状态，
对谭松韵来说，就是回到那些具体的人和关系里，旅游、跟朋友见面，或者待着，这些都是能让他恢复能量的好办法。尤其是有时候累了，他会给自己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可能我突然订张票，去看看远在他乡的发小，在那里玩2天，我就走了。其实就是换一下心境。他心里当然也列下过很多心仪的目的地，想去的地方真的太多了，比如瑞士和冰岛，但那些地方太过遥远。当他确认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，不如用更现实的方案抚慰内心。旅行本就是为了离开原本的生活节奏，短暂的进入另一种日常，再带着这些新的感受回来。他知道初衷是什么，所以也清楚该朝哪儿出发。他也清楚，这些看似与表演无关的片段，最后都会在某个时刻重新发生作用。人与人之间的状态，不同地方的气息，甚至只是某一刻的情绪变化，都会在未来的角色里被调动出来。他并不把生活和表演完全分开，而是让他们自然地交错在一起。在角色与生活之间来回切换的能力，是谭松韵在当演员这些年慢慢建立起来的。现在的他开始学会看待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呈现的变化。这个职业我不会感到厌烦，它只会让我觉得越来越丰富，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。每次进入角色都会多一点新的理解，每次离开也都会带走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在谭松韵眼里，做演员不是一条单向往上的路，而是一场可以向不同方向延展的探索。所以他不急着给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终点，只是向上走，太单调，还很累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但我四处走，能感受和经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在更丰富的世界里，有更自我的节奏。